丧尸爆发的前10天，我彩票中奖到账3个亿，买下了我是一座废弃的监狱，并将其改造成了生存值拉满的生化防御基地。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看着眼前这熟悉的环境，吓得赶紧跳下了床。等等，我不是在末世的丧尸狂潮中丧生了吗？怎么会回到这里？难道是我重生了吗？我不可置信地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2035年7月20日，距离末世还有整整11天的时间。距离我彩票中奖到账也才刚过去10分钟。回想起前世的我，3个亿到账后，我疯狂消费，买了豪车别墅，还把剩余的钱全都取了出来，放在别墅里，堆成一座小山，整天享受着奢靡的生活。然而嚣张的生活刚刚持续了11天，丧尸狂潮爆发，人类秩序一片混乱。我也因为不甘心放弃眼前这些堆积如山的钞票，最终在无数丧尸的撕咬下结束了短暂而又操蛋的一生。这一世的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做出那么沙雕的事情。很快我便从重生的震撼狂喜中清醒了过来，开始快速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末世的到来。拥有前世记忆的我清楚地记得，丧尸病毒是从外世的一个生化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一经泄露便迅速地席卷全球。最开始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感染病毒的人会在1天之内变成丧尸，见人就咬，而被咬到的人10分钟就会变成丧尸。仅仅5天时间，全球95%的人感染病毒变成丧尸。上一世的我就是在第5被丧尸围攻，最终丧命。所以重生之后的我很清醒的知道，末世之下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我想逼迫自己冷静下来，再次看了一眼时间，距离丧尸爆发、末世降临已经不足11天了。我必须马上做出对策，并且尽快行动起来。丧尸爆发后最缺的3样东西：充足的食物、干净的水和坚固的防御基地。没有这3样东西，面对数不尽的丧尸，只有死路一条。我很快便想好了对策。在我前世的印象中，依稀记得我市的郊区有一座废弃的监狱正在售卖，由于价格太过昂贵又不实用，所以卖了1年多也没有卖出去。要说坚固，恐怕没有几个地方比监狱更加坚固了。随即我便拨通了售卖方的电话，一口价5000万，少1分钱我都不卖。我没有丝毫的犹豫，便买下了那座废弃的监狱，并和对方约定好下午1点在废弃监狱门口见面。好的，我一定会准时到达。挂断电话后，我看了一眼时间，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不足1个小时了。我没再多想，急忙打车向我市郊区的废弃监狱赶去。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把售卖方所说的5000万转到了一张卡上。做完这些后，监狱的售卖方也准时抵达。看到站在门口的我如此年轻，有点惊讶。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雄厚的财力，真是让人佩服。我不想多做解释，便示意他把门打开。对方也没再多说什么，拿出钥匙打开了门。我仔细的检查了一遍，这所监狱很大，里面有上百间牢房，足以容纳上千人。除此之外，还有占地面积数百平米的餐厅、各种办公室和数千平方米的大型活动区域。巨大的空间足以让我储存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吃不完的食物和水。监狱的围墙是用砖头、水泥、钢筋浇筑而成，再加上纯金刚打造的黑铁大门，将整个监狱的防御拉到了极高的层次。最后我把盘点表拿过来跟售卖方商量，上面这些东西连带监狱里的所有东西全都留给我，就按照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5000万成交。售卖方像看傻逼一样看着我，但很快便说道：看你这么爽快，就当交个朋友，卖你个面子，希望你可以卖个好价钱，千万不要砸在手里才好。最后还不忘挖苦我一句。就这样签完合同，结清账后，售卖方便离开了。我看着售卖方走远后，心中暗喜，尽情的嘲笑吧，蠢货，等到末世降临有你尿裤子的时候。成功买下废弃监狱的我没有丝毫的兴奋，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末世降临之后，丧尸的数量太多了，光是我市就有数百万的丧尸。这所监狱阻挡数千只丧尸不成问题，但如果是数万只甚至更多丧尸围攻我肯定要凉凉。
所以需要继续加固这所监狱。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20日下午3点，距离末世降临还有10天018个小时。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一股紧迫感扑面而来。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必须尽快加固监狱，并且购买生活物资。银行卡里的3个亿，在购买完废弃监狱之后，还剩下2亿5千万。如此巨额的财富，足以让我发挥所有的想象力来装备我的末日堡垒。之后我便打开手机，进入某大型商城，开始疯狂购买各种物品。首先我购买了3000吨水泥、5000吨花岗岩和1000吨钢筋。由于我购买的量大，商家给了很大的优惠，总共花了500万。我准备用这些东西把监狱的围墙增高到10米以上，然后装上护栏，再通上电网。这样的防御工事构建下来，只要我不作死的到处乱跑或者打开门，应该足以抵挡数万的丧尸了吧？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完成。但是我有超能力呀！我来到建筑工地，大手一挥，花了500万请了一个专业团队，并要求他们在5天内务必完成此工程。这个专业团队的老大是个秃头的油腻中年男人，看到我这么爽快，对我是点头哈腰的，立马便答应了下来。老板您就放心吧，干建筑我们是专业的，只要你钱给到位，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听到工头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做完这些后，我需要开始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因为末世降临之后，病毒不仅感染了人类，就连动物、植物和水资源也都被大量的污染，所以想要在末日里生存，光是有坚固的防御堡垒还不够，还需要足够的食物和干净能饮用的水源。我看着银行卡里躺着的2亿4千万，没有丝毫犹豫。首先我去了租车公司，租了一辆大型越野车。等丧尸爆发后，他们能不能活下来还不知道，根本顾不上我会不会来还车。之后我开着越野车去了附近的市场，开始大量订购各种食物，其中各种小麦、大米、花生、玉米、高粱、红薯，凡是能想到的地里种的我都买了个遍，每样30万斤。猪肉、羊肉、鸡肉、鸭肉，凡是能想到的肉类，每样10万斤。各种水果，每样5万斤。各种蔬菜，每样1万斤。除此之外，我还购买了不计其数的农作物和植物种子。为了储存这些东西，我又找了一个专业团队，打算再盖一座冷库。冷库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冷冻储存技术，将这些东西存放在里面，放上个几十年，应该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还直接买空了一家大型超市，各种零食、水果罐头、辣条、泡面不计其数，足够我用上几十年，应该不成疑。想到丧尸病菌爆发后，水资源也会被污染，随即我便订购了10万件瓶装水，以及1万桶桶装水，还有各种饮料，前后总共花了我5000万。可能你们都觉得我疯了，买这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难道我要当末世圣母去救助其他人？我当然不可能干出这么沙雕的事情。我之所以购买如此大量的食物，不仅是为了防止丧尸爆发，还因为一个秘密，一个末世降临第3天才爆发出来的秘密。我很害怕末世的到来，但同时因为心里的那个秘密，我又很期待末世的到来。此刻的我内心无比的煎熬，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思考那个秘密的时候。现在我要做的是在末世到来之前做好足够的准备，这样才能拥有足够的实力去破解那个秘密。第2天中午，我购买的各种食物也在快速的抵达，各种大型的货车在监狱门口排起了长队，足有上百辆之多。如此巨大的阵仗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前来检查。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说，我打算将这里修建成一个基金会，用来赈灾和救助贫困的群众。对方满意的点了点头，便离开了。成批运来的食物和水，我暂时堆放在了监狱空旷的广场上，因为冷库还在修建，暂时无法使用。广场上的食物和水被堆成了一座座小山，看上去十分壮观。我内心里也是充满了幸福感。有了这些物资，我在末世里绝对不会挨饿，甚至可以过上无限躺平的生活。这时，我突然又想到，光是有充足的食物和水还不够，末世爆发后，空气被严重污染，各种病菌病毒到处流窜，人体免疫力会直线下降，很容易生病。所以我又来到附近的药店，花了200万将其买下，然后以药店的名义订购了大量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想到末世降临的第3天，我市的电力网会彻底瘫痪，我又购买了300个太阳能发电板，挂满了整个监狱的房顶。之后我又想到，光是太阳能发电板还不够，万一遇到了连续多日不出太阳的情况，那我也没有电可以用。所以我又购买了20个柴油发电机和100万元的柴油，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我还在监狱的空地上装了风力发电机，因为监狱位于郊区的位置，地势也比较高，每天都会有很大的风，所以风力发电机再合适不过。另外，我还将所有的门窗都换成了防弹门窗，还加装了隔音装置。丧尸对声音极为敏感，隔音装置可以很好的隔离减弱对丧尸的吸引。弄好这些后，我开车去了一趟黑市，快速在里面考察了一圈，选了一些杀伤力高又能方便携带的武器，步枪30支，手枪20支，手雷20箱。防御工具我选了国产军用防弹衣，穿着不仅轻巧，而且防御力十足。有了这些东西，我在末世里才有足够的安全感。从黑市回来后，我又在网上购买了各种书籍，之后还将电脑里面全部下满了各种视频、小说和漫画。末世是枯燥的，我还需要一些精神食粮来填补枯燥的生活。折腾完这一切，已经是3天之后了。这时监狱外围的加固也已经完成，而我购买的各种物资也在3天里陆续运到，堆满了整个广场，甚至连房间里都填满了，再也无处可放。恰好这时冷库竣工，我就雇了一批工人，将99%的物资放到了冷库中，余下的1%放在了监狱的仓库里和厨房中，以便于我平时使用。做了这么多准备，不是我太过小心谨慎，而是在末世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做好防备。之后我又拿出手机，进入某大型购物网站，购买了一些无人机和摄像头，用来检测监狱内外的各种情况。一切准备就绪后，我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2035年7月30日晚上10点20，距离末世降临、丧尸爆发不多不少，刚好还剩下12个小时的时间。为了珍惜这最后的12个小时，我给自己准备了一顿大餐，但是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独自来到天台，抬头看着夜空，心中充满了感慨，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安宁祥和的夜晚了。明天不仅我市会爆发丧尸病毒，甚至整个地球都会变成人间炼狱。第二天上午10点20分，我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醒，摇晃着脑袋坐起了身子，足足过了1分钟，整个人才恢复了清醒的状态。难道灾难真的来临了吗？我立马跳下床，拿着高清晰望远镜向着天台走去。这个望远镜是我专门买来，为的就是观察监狱周围动向，但更多的是为了那个即将到来的秘密。如今算是派上了用场。我举起望远镜，看向西北方向浓烟滚滚的位置，果然灾难终究还是来了。透过望远镜，我清晰地看到了真实的场景，一架直升机撞击了生化实验室，火光滚滚，场面异常惨烈。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最关心的东西，我关心的是直升机撞击之后的事情。上一世也是这个时间，一架直升机撞击生化实验室，导致生化实验室里的病毒泄漏，丧尸爆发，末世降临。这一世我虽然准备充足，但同样不希望末世的降临。我双手紧紧地捏着望远镜，观察着生化实验室里的一切动向，内心祈祷着能有奇迹的收。大约1分钟之后，一群实验员从生化实验室里冲了出来，满脸的慌张，大声尖叫着，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有几只血肉模糊的丧尸正张牙舞爪地追赶着。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末世爆发的第1天是病毒最为凶猛的时候，每一只被感染的丧尸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力量、速度、敏捷度都远在普通人类之上。这也是为什么仅3天，全球90%的人被感染变成丧尸的最大原因。从生化实验室里仓皇逃出的实验员还没能跑出去几米，就被身后的丧尸扑倒在地，活活咬死。10分钟后，那些被咬死的实验员身体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最终变成丧尸，朝着市区的方向狂奔而去。与此同时，生化实验室内的病毒也在持续泄露，整个实验室内乱作一团。就这样5个小时之后，整个南市狼烟滚滚，火光冲天，人类的数量越来越少，到处都是流窜的丧尸。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2035年7月31日下午3点20分，而我也手持望远镜，已经在天台上待了整整5个小时了，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情绪。上一世的我是从电视新闻里得到这些数据和消息的，这一世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感触真的是天差地别。外面到处都是断手断脚，遍地丧尸横行，经历过一个末世的我，在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很快，整个南市已经被完全攻破，幸存者们开始疯狂的往郊区逃窜。毫无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少幸存者来到了监狱的门前，他们疯狂撞门，想要进来，然而大门被我加固的坚不可摧。就算是坦克炮弹都很难炸开，又岂是他们能够撞开的？其中一人说道：“这根本撞不开，怎么办？要不我们爬墙过去吧？”彪子，你不要命了吗？你没看到上面有电网吗？红毛男说完这句话后，余下的幸存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门口的摄像头，用扩音器向监狱里面求救，对我进行各种承诺。大哥，只要你让我们进去，我就给你1000万。我可以当牛做马来报答你。其中一些姿色不错的女人说道：“我可以做你的女人，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想法，求求你把门打开吧。”甚至还有几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我心中极度无语的同时，脸上布满了冷漠，举起了手中的狙击枪，瞄准了幸存者。你们给我听好了，现在给你们2条选择，离开或者是死。末世里我可不会当什么救世主，因为上一世我经历过类似的惨状，如果不是因为我心软救了那个人，我也不会那么快的嗝屁。当然，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出现，我也发现不了那个秘密。一想到那个秘密，此时的我心里就激动不已。然而就在这时，监狱门前的一些幸存者不相信我敢开枪，开始疯狂的叫骂着各种难听的话语，甚至有不少幸存者还威胁我：“小子，赶紧把门给我打开，要不然等我进去了，非弄死你不可。”我没有丝毫犹豫，扣动扳机，一枪打死了威胁我的幸存者。你们只有3秒钟的时间，3秒钟后如果还不离开，我将进行火力覆盖。我再次放出狠话，余下的幸存者终于害怕了，开始疯狂逃窜。然而刚逃出没几步，无数的丧尸从4面8方狂奔而来，幸存者们毫无意外的被尸群吞噬。从监狱里传出的枪声，很显然这些丧尸也听到了，此时正冲着监狱大门狂奔而来，疯狂撞击大门围墙，甚至还有些丧尸爬上了围墙，只不过被电网烧成了灰。无数只丧尸围攻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对我的围墙造成一丝伤害，陆续被经过的逃生者吸引，开始追逐逃生者远离了监狱。这时我也放下了戒心，在广场上架起了烧烤炉，来了一只烤全羊。到了晚上10点，整个南市火光越烧越旺，但求救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少，甚至连电视上播报丧尸感染最新状态的播报员也被丧尸围攻。我知道整个南市怕是已经彻底沦陷，此时外面应该有90%以上的人都变成了丧尸，不出意外的话，病毒应该已经传播到了邻近的几个市区，明天整个亚洲板块都会被感染，后天全球彻底沦陷。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事情，病毒已经扩散，就是不可控的状态，所有人都注定了要惨遭厄运。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我。此时的我躺在沙发上，啃着羊腿，喝着米花小啤酒，听着外面惨绝人寰的丧尸哀嚎声，竟然别有一番风味。早上9点，我昏昏沉沉的醒来，再次来到天台，透过望远镜观察外面的状况。此时我市的火光已经逐渐熄灭，道路上偶尔会出现几个幸存者，但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南市到处都是成群结队游荡的丧尸，我是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当然这是对于别人，对我来说这已经算是天堂了。早上没有胃口，我就简单的煮了一个皮蛋瘦肉粥，吃了2个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中午和晚上我胃口大开，搞了2顿大餐。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我又在天台上通过望远镜向外观察了1个小时左右。其余的时间我又打了几把游戏，然后就沉浸在了电影的世界之中。我自小是个孤儿，一路靠自己打拼而来，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还从来没有如此惬意的享受过生活。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挺美好的。
到了晚上11点20分，我市的火光彻底熄灭，街道上再也没有幸存者，断网、断电、断水也随之而来。一切的发生都比上一世要早了整整1天。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一切进度都加快了？那个秘密会不会也会提前爆发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以为我调整好了状态，做好了所有准备，可以毫无波澜的去面对那个秘密。但是当那个秘密真的要降临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我的心情依旧会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因为那个秘密涉及到我一段沉痛的过往。如果有可能，我倒是希望它不要发生。11点05分，我再一次来到了天台，用高清晰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状况。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上一世彩票中奖之后，我就买了这样一个高清晰望远镜。在末世降临的时候，我靠着它躲过了几波丧尸的袭击。如果没有它，我可能在末世降临的第1天就嗝屁了。此时，我站在天台上，看着漆黑一片的街道，对比着前世的记忆，我发现时间的进度条确实被推进了整整1天。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11点25分，上一世是在8月2日晚上11点，那个人出现了，我救下了他，随之也引出了那个秘密，也就是那个秘密害死了我。这一世时间的进度条被提前了24小时，也就是说再有25分钟他就会出现了。此时的我站在天台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再去想那些沉痛的过往。11点半，我走下了天台，开始检查之前做好的部署。11点45分，我做完了所有检查，一切正常，确定好有绝对的把握掌控一切后，我背着2把狙击枪再次来到天台。也就是在这一刻，监狱外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哨子音响起，我通过望远镜循声望去，就看到了一个面容绝美、身材火辣的年轻女人，此时正站在监狱的大门前，眼睛直勾勾往监狱里看着。我的心微微一颤，真的是他，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我是个孤儿，从小就在孤儿院里长大。小时候因为没有爸妈，没有亲人，我在学校里受尽了羞辱。长大后因为穷更是受尽了白眼，唯有小兰从不嫌弃我，还帮助我教训那些欺负我的学生。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每天腻在一起，直到大学毕业之后还会隔三差五的聚一聚。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可以无条件的信任他，和他分享着我所拥有的一切。可是到头来，我却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一场从我们相遇开始就已经布局好的阴谋。他接近我，保护我，都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他需要的东西。谁能打出这个字，1年不用再加班。上一世，我之所以会在丧尸爆发的第5天被丧尸围攻吞噬殆尽，他就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在我恍神的时候，哨子声再次响起，是清脆的布谷鸟叫声。这也是我和小兰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我们曾经约定，如果遇到危险不能说话的时候，就用哨子交流或者求救。这也是小兰提出的主意。8岁那年，我们第一次相遇，他就提出了这个主意。上一世我没有丝毫怀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极度美好的约定。直到我葬身于狮群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哨子音也是小兰的布局。末世的丧尸对声音极度敏感，尤其是对活人的声音，但唯独对布谷鸟的叫声不感冒，所以小兰才会用布谷鸟的哨子音和我交流。原来他早就知道末世的到来，甚至他就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此时的我站在天台上，回想着上一世的我，丝毫没有察觉，傻兮兮的相信着小兰。但那是上一世，小兰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重生归来。很快我便从遥远的过去飞回现实，迅速调整心态，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就像是上一世末世爆发之后，小兰来别墅找我的神情一样。小兰是个很聪明的人，反侦查能力极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他发现。他在狩猎我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是在狩猎他？所以在他走进我精心设计的陷阱之前，我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功亏一篑。他身上的秘密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得到他身上的秘密，我也许可以不用只是苟活在这个监狱之中，甚至可以结束这场恐怖的灾难。我掏出远程遥控，按下按钮，监狱外围的大门被缓缓打开。然而和预想的一样，
小兰站在外面观察了好长时间，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谨慎地走了进来。幸亏我早考虑到了这一点，设计的陷阱比较隐蔽，要不然此时肯定会被他发现。小兰一步步走向我的陷阱，我的内心有种将要成功的激动。上一世你设计陷害我，这一世我也要你尝一尝被人设计陷害的滋味。然而，就在小兰只差一步就要踏入陷阱的时候，他突然收住了脚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抽出了一把狙击步枪，瞄准了我。小兰开枪的速度极快，我还没有来得及举起枪，她已经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朝我飞速射来。这个女人果然精明，她以为她吃定我了，然而我又岂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早就在天台上安装了隐形防弹玻璃，一般人很难发现。子弹击中防弹玻璃，被反弹了出去，甚至没有一丝痕迹，更别说对我造成伤害了。小兰一愣，她明显没有想到我会有如此深的布局，转身就要往外跑。到嘴的机子，我又怎么会让她飞走？我再次按下手中的远程遥控按钮，2米后的大门轰然锁死。与此同时，我再次按下了一个按钮，一个铁质的牢从天而降，将小兰死死地锁在里面。之后我又连开2枪，打断了小兰的双腿。这个女人的心机太深了，我必须做到极度的小心才行。这段时间我在监狱内每天苦练射击，枪法进步神速，所以才能做到如此精准。确认小兰对我构不成威胁后，我便从天台上走了下来，来到了她的面前。交出那瓶药剂，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让你死的体面一些。我神情冷漠地看着牢笼中如死狗般的陈兰，此时的我再度面对这个女人，已经可以做到心无波澜了。然而陈兰的眼神中却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失败的人没有资格提出任何问题，交出药剂，要不然我就把你扔出去。你应该比我清楚外面的丧尸到底有多么的凶残。陈兰听到我的威胁，脸色顿时变得惨白起来，眼睛里面露出了一丝恐惧。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原来你不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看来我并没有彻底的输掉。我猜测这个女人必然是有同党的，不然一个8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布局出如此一张惊天巨网，而且还运筹了整整15年。如果有同党，那这个女人的身上大概率是有通讯设备的。所以我不能暴露自己重生的秘密，重生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了。如果让陈兰背后的人知道，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控制住我。这座 S 级防御性能的监狱可以挡住数万的丧尸，但未必能挡得住他们。谁能打出这个字，今年必定发大财。就在这时，陈兰突然开口说道：我也不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这些年我也只是个傀儡，奉命行事，所知道的并不多。你知道吗？我其实也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可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他们给我注射了毒药，如果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我早就死了。我说这些并不是想祈求你的原谅，毕竟是我骗了你，而且还差点害死你。只是这么说出来，我心里会舒服一些，心中没有秘密的感觉真好啊。我身上有远程镜像设备，他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3天之后他们就会找过来。他们的能力不是你能够想象的，留在这里，你只有死路一条。相信我的话，赶紧离开这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说完这些后，他掏出了一把手枪，自杀了。对于他的自杀，我没有任何意外，这应该是他最有尊严的死法了吧。我知道陈兰最后的话是真心话，但我也不会放过他，毕竟我们是生死仇人。陈兰背后的人貌似很恐怖，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但我并不打算离开我的堡垒。末世之下，丧尸横行，以我现在的能力，出去之后只有死路一条。目前只有堡垒里是最安全的，而且我未必就会死。只要我融合了 X 药剂，能够控制丧尸，再加上我提前的布局，还有那未知的终极作用，说不定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丧尸爆发后，我成功的击杀了上一世害死我的女人，并从她身上获得了一个终极秘密。处理掉了陈兰的尸体后，我重新锁死了监狱的大门，并且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防御系统。
之后，我回到监狱的沙发上坐下，并没有着急去融合 X 药剂，而是打开了一瓶雪花啤酒，一口干下。这一口下去，喝的不只是酒，更是一段恩怨的了结。我和陈兰的恩怨就此了结。随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开始融合 X 药剂。这个房间是整个监狱防御性能最强的地方，毕竟我也不知道融合药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我又启动了最强防御后，才将 X 药剂拿了出来。X 药剂的融合方式很简单，只需打开盖子，直接喝下去就行。盖子刚一打开，一股奇异的香味就扑面而来，竟然让我有一种沉醉感。我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喝了下去，静静地坐在床上，等待着药剂的融合。在我喝下 X 药剂的第18分32秒，我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异样，我的身体开始发热，血液开始逐渐沸腾，我的大脑也变得越发清晰。在我喝下 X 药剂的第30分57秒，异样慢慢消失，融合成功了。我感觉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晰，而且智商好像变高了很多。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了智商测试器，大约过了10几分钟后，测试结果出来了，我的智商竟然达到了惊人的280。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智商不过才160，达芬奇也才230，而我却达到了惊人的280。这还只是粗略的不够专业的估计，我个人觉得我的智商应该更高。除此之外，我发现我的力量和速度好像也增强了不少。我走出房间，来到广场，广场上一个重达800多斤的桌子被我轻松举起。之后我又开始测试速度，我只是稍微一用力就跑出了100米之外，速度和力量都远远的超出了人类的极限。我满脸的震撼，我知道药剂既会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还只是 X 药剂带来的最基础的改变，而 X 药剂更大的作用是念力控制丧尸。难道现在的我真的可以用念力控制丧尸了吗？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跑上了天台，看向围墙外面的一只丧尸，直接下达了指令。然而这只丧尸却没有任何反应。我换了一只丧尸，结果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接连试了10几只丧尸都是这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难道念力控制丧尸是有距离限制的？看来我要和丧尸拉近一些距离才行。于是我拿了一些生肉，放在了监狱的大门前，关闭了监狱的第1道防御，并且用枪制出很大的声响。没过多久，大门外面就传来了丧尸的死声和撞击大门的声音。听这动静，此时外面应该至少有几十只丧尸。经历过一次末世的我，再次近距离看到这种场景后，依旧有些心惊肉跳。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丧尸放了进来，开始尝试在100米的地方用念力控制一只丧尸。结果是不行，99米依旧不行。在我尝试了20次之后，终于成功用念力控制住了一只丧尸。看来80米是我能够用念力控制丧尸的最大距离了。我命令这只丧尸做了很多动作，这只丧尸都照做了。最后我还让他去杀死另外一只丧尸，他也没有任何反抗的状况。这下我得出了确切的结论，我可以在80米内用念力完全控制住丧尸，让他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接下来我又尝试控制2只丧尸，结果是可以的，3只依旧可以。在我尝试了50次之后，就不能再增加了。看来我一次最多只能控制50只丧尸，不过我也并没有失望，80米内可以控制50只丧尸，依旧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有了这种技能，再加上我现在的智商、强悍的力量和超人类的速度，就算没有这个堡垒，我在末世存活的几率依旧很大，而且应该可以活得比较滋润。但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危险并不是丧尸，而是陈兰背后的人。陈兰说他背后的人极为恐怖，不是我能够应对的，就算是我融合了 X 药剂，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看来我还需要变得更强，做出更充足的准备才行。至于怎么变得更强，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上一世我被丧尸围攻将死的时候，隐约听到了陈兰的一句话：融合 X 药剂和小白的血液之后，人体的速度、力量和控制丧尸的能力都会有很大限度的增强，而且最重要的是，血液本体的提升限制将会变得更高。然而提升方式比较奇葩，就是喝营养快线，喝的越多，提升越大。也不知道是哪个脑残科学家发明出来的提升方式，不过这种提升方式倒是让我的提升之路无比的便捷。
随后我打开了一瓶营养快线，一饮而尽。果然，我的速度、力量都有了小幅度的提升。我再次尝试控制丧尸，发现距离变成了90米，控制丧尸的数量变成了100只。没想到一瓶营养快线竟然让我提升如此之多，我惊喜不已。再次喝下一瓶，控制距离变成了100米，控制数量变成了150只，竟然是成倍率的增长。融合了 X 药剂之后，我的饭量也变大了，是之前的好几倍。3天的时间足够我喝下200瓶营养快线了。换算下来，最终我控制丧尸的距离可以到达2080米，控制丧尸的数量可以达到10050只。这种程度的控制，就算陈岚背后的人再强大，我也能轻松灭掉他们。然而我的想象过于美好，当我喝到第10瓶的时候，效果就开始大大减弱。最终3天的时间，我真的喝下了200瓶营养快线，但是我控制丧尸的距离只有300米，数量也只有500只。这距离我的预期差的也太多了，这种级别的控制，别说灭掉陈岚背后的人，怕是挡住都难。我看了一眼时间，距离陈岚背后的人到来还有不到5个小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扑面而来。我不能再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到提升控制丧尸和自身实力上了，我必须要做出更加全面的部署才行。我将在黑市购买的大量炸药拿出了一半，控制着这些丧尸，将其埋在了监狱的大门前和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只要陈岚背后的人踩上去，就会直接爆炸。为了以防万一，我还设置了远程手动引爆。剩下的一半我全部埋在了监狱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我还在监狱的周围尽可能多的制造陷阱。另外，我还找了几个隐蔽的地方，提前部署了狙击点。最后，我又将自己居住的地方重新加固了一遍，还加装上了全世界最强的防御系统。这样的部署，再加上500只丧尸，应该可以对付陈岚背后的人了吧？就在我部署好一切之后，时间刚好不多不少的指向了夜晚12点，门外也准时的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他们来了！我背着狙击枪，急忙向天台跑去。通过望远镜向外看去，我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怪不得陈岚说他背后的人不是我能够应对的，这群人竟然是开着坦克来的，而且不止一辆，还不是一般的坦克。这些坦克比普通的坦克体积大了好几倍，发射炮弹的炮筒也比一般的坦克。我数了一下，一共5辆坦克，此时正在用炮弹轰击我的第一道防御。面对这顶坦克，我埋下的炸药起不了丝毫的作用，全部的炸药引爆，结果连坦克的几条履带都没炸断，而我的第一道防御很快就被击穿。那些坦克带着无法抵挡的气势，开始攻击监狱的围墙。至于我控制的500只丧尸，更是被杀的一个不剩。而这一切只用了仅仅2分钟的时间，我吓得瑟瑟发抖。面对这种变态的坦克，我所有的部署都成了纸老虎，根本给对方造成不了任何伤害。我没有丝毫犹豫，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的房间跑去。那里是整个监狱最坚固的地方，也只有那里可以挡住这些人的攻击了。就在这时，天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一架直升机此时正停留在我的上方。直升机里的人对我喊话：投降或者是死。投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深知如果落到这些人的手里，肯定生不如死，所以我根本没有理会飞机上的喊话，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我最坚固的堡垒跑去。飞机上的人也是怒了，开始对着我疯狂扫射。幸亏我喝了200瓶营养快线，速度和感知能力大大提升，这才躲过了飞机的扫射，躲进了我最坚固的堡垒。就在我躲进最坚固堡垒的同时，监狱的围墙也被轰击的轰然倒塌。5辆坦克气势汹汹而来，将整个监狱给团团围住。给你5分钟的考虑时间，5分钟后还不出来，我们就会将这里夷为平地。我透过窗户看去，只见在监狱的中央位置，此时正站着一个脸带刀疤、满脸横肉的混蛋。刀哥，这家伙竟然在这里过得这么舒服，竟然比我们过得都好，真是太嚣张了！我要弄死他，一定要弄死他！听着外面传来的各种怒骂声，我又紧张又忍不住觉得好笑。这些人的见识也太短浅了吧？这算什么？要是让他们见到我地下冷库里的东西，岂不是要把我千刀万剐？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些人也整整骂了我5分钟。5分钟的时间到了，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既然你找死，那就成全你，给我用最强的炮火轰击！
在刀疤男的命令下，一颗颗威力巨大的炮弹轰击在了我的最强堡垒上，妄图炸毁我的最强堡垒。早在我重生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提前将我最强堡垒的墙壁上、门上都安装了反弹装置，这种级别的炮弹根本对我造不成任何的伤害。而且我还早早的在监狱的中心位置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超级炸弹，只不过这颗超级炸弹需要时间启动，所以在我躲进最强堡垒的同时就已经启动了超级炸弹。如今超级炸弹已经启动完成，是时候开始进行反击了。在刀疤等人轰击最强堡垒的时候，我摁下了控制按钮，超级炸弹瞬间爆炸，能量席卷而起，数十间监狱瞬间被夷为平地，掀起漫天的烟尘，5辆坦克顷刻间被炸毁，坦克里的人也全部被炸死，场面异常恐怖。只有刀疤男被炸断了2条腿，还苟延残喘的活着。至于天上的飞机，在看到我这种强悍的反击之后，根本不敢再对我进行射击，驾驶着飞机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了。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反击的手段，摧毁5辆超级坦克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了，所以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飞机逃走。之后我走出了最强堡垒，来到了刀疤男的面前。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强的反击能力？你的一切明明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3个亿也根本不够你购买这种级别的装备。刀疤男满脸的惊骇，我冷哼了一声，就你这智商还想算计我？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方式叫做分期付款吗？我从一开始购买各种东西，大部分都用了分期付款。虽然我只有3个亿，但却将监狱打造成了价值数十亿的堡垒。单单这个最强堡垒就花了我将近10个亿。说吧 ，X 药剂的终极作用是什么？说出来，我可以让你死的舒服点。想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你这杂碎也配？我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告诉你。刀疤男表现得很有骨气。很好，那我就成全你。随即我便拿出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匕首。刀疤男看到之后吓得瑟瑟发抖。你想干什么？我咧嘴一笑，不干什么，我打算敲碎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然后扒了你的皮。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做完这些之后，我会将你丢进狮群。不要！光头中年脸色惨白，身体颤抖，终于是支撑不住了。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X 药剂的终极作用是……看着死不瞑目的刀疤男，我脊背生寒。这一枪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丝毫的防备，如果是射向我，那我将必死无疑。反应过来后，我心中却是无比的愤怒，眼看着就要解开 X 药剂的终极秘密了，没想到刀疤男却被人一枪打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将功亏一篑。我拿出望远镜，向着子弹射出的方向看去，发现大约在800米外的一栋30层的高楼上，此时正站着一个手拿狙击枪的面具人，也正是这个人开枪射杀了刀疤男。就在我疑惑的时候，面具人摘下了面具，看着我所在的方向诡异一笑，我顿时浑身一震，头皮发麻。怎么是他？这个面具人竟然和陈岚长得一模一样，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使劲的眨了眨眼睛，再次看了过去，没错，那就是陈岚。这怎么可能？陈岚明明当着我的面自杀了，而且我还将他的尸体烧成了灰烬，他怎么可能还活着？我心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不对，眼前的绝不可能是陈岚，这应该是陈岚的双胞胎姐妹。我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你不是想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吗？24小时之内来生化实验室找我，不来的话，在24小时之后你就会变成丧尸。就在这个时候，刀疤男身上发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不信你们还能打出这个字。我走到刀疤男身边，经过一番搜索之后，在刀疤男的身上找到了一个远程设备。打开后，里面呈现出一个人影，那正是楼顶上那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和陈岚一模一样，但声音和陈岚完全不一样，这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我冷哼了一声，想骗我出去，好杀了我？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不清楚这女人的底细，但她能当着我的面，在我没有丝毫察觉的情况下射杀刀疤男，显然实力不弱。女人再次发出声音，你喝完那些饮料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一阵头晕眼花，甚至还伴随着间断性的刺痛？听到他说出这些后，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在喝那些提升实力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我当时还单纯的以为这只是提升能力的正常反应，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女人突然发出嗤笑，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
那是因为 X 药剂就是我研究出来的。你的血液和 X 药剂融合之后，通过喝那些是可以让你的能力快速提升，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当你饮用到一定程度之后，副作用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如果在未来24小时之内，副作用得不到缓解，你就会逐渐丧失意识，直至最后变成丧尸。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之前我还在为这样的提升方式而感到兴奋，此刻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个蠢货。果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女人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挂断了远程设备，我也重新回到了堡垒，开始思考女人说的话。我现在只有2个选择，去或者是不去。不去，很大可能我会在24小时之内变成丧尸；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然而我依旧在怀疑女人所说话的真实性，但我不敢赌，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性，赌错了我就会变成丧尸。重生归来的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我不想再变成丧尸，所以我还是决定前往生化实验室一探究竟。出发生化实验室之前，我做了最充足的准备，因为我并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买下废弃监狱的时候，售卖方曾送给了我一辆装甲车，此时就停在监狱的后院。我打算将装甲车进行一番改装。我先是将装甲车的前后左右，包括底盘，都加装上了半米厚的钢板，之后我还在钢板外面又装上了电网。为了以防万一，我又拿了一些枪支弹药放在了装甲车里，自己也穿上了防弹衣，还戴上了3级头。做好这些准备后，我又重新控制了500只丧尸，开着装甲车朝着生化实验室的方向出发。生化实验室就是之前飞机坠落导致丧尸病毒泄露的实验室，距离监狱只有5公里的距离。我控制着500只丧尸围绕在装甲车的周围，这样丧尸的腐臭味就可以遮盖住我身上的味道。就算是这样，我行驶的速度依旧很慢，1个小时也才行进了2公里，因为沿途的丧尸太多了，尤其是我带着500只丧尸，动静很大，吸引了不少丧尸。每当有丧尸围上来，我就会停止前进，等待这些丧尸离开之后，我才会再次开车。就这样又过了1个小时，我行驶了4公里，距离生化实验室还有1公里的路程。就在这时，前面的丧尸突然出现了骚动。怎么回事？我的心一沉，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莫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这种突然的未知事情让我感觉到一丝惶恐。我用念力控制着丧尸继续前进，但是却发现丧尸竟然不听我的指挥，摆脱了我的控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彻底慌了，拿出望远镜观察前方，发现所有的丧尸都在朝着一个巨大的丧尸巨龙。这只丧尸足有5米长，不过此时这只丧尸已经死了，身体都已经开始腐烂，一颗葡萄般大小的赤红色晶体从变异丧尸的肚子里若隐若现的显露出来。我隐隐感觉到这颗赤红色晶体并不简单，但500只丧尸已经摆脱了我的控制，我根本不敢上前，而且500只丧尸挡住了唯一的前进道路。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开，一时间我无比头疼了起来。经过一番思索过后，我决定利用我强大的肉身和灵活的身法前去夺下那颗晶石。随后我闪身就来到了狮群，结果我发现丧尸竟然没有攻击我。所有的丧尸都围向变异丧尸，疯狂地吞噬着变异丧尸的血肉。我也以灵活的身法，不一会就挤到变异丧尸的前面，一把抓住赤红色晶体，没有丝毫犹豫，以飞快的速度跑回了车上。之后我拿着赤红色晶体仔细地观察了起来。这东西绝对不简单，丧尸之所以能变成5米长那么大，绝对是因为这东西观察了很久，我也没有观察出个所以然来。就在这时，忽然我看到前方吞噬变异丧尸的那些丧尸竟然开始发生了变异，一个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强壮起来，甚至有些丧尸开始有了简单的意识。这东西绝对是丧尸变异的关键所在。就在这时，我脑海中忽然生出了一个极度疯狂的想法。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化解提升给我带来的副作用？经过几分钟的纠结之后，我决定将这颗赤红色晶体吞下去。虽然我准备充足，但是面对那个女人，我毫无胜算。毕竟如果真如她所说的那样，提升给我带来的副作用会让我变成丧尸，而且只有她掌握了解药，那我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她随意的宰割。这么看来，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搏一把了。一咬牙，
我就将赤红色晶体吞进了肚子里。就在我吞进去的那一刻，一股暖流瞬间流遍我的全身，最终进入我的脑袋。原本还有些迷糊和刺痛的脑袋，瞬间就变得清晰了起来。我知道我的副作用得到了化解，一时间我就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没想到我竟然以这种方式化解了副作用。而且就在我化解副作用的同时，我的身体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我感觉我的肉体力量、身体强度至少是原来的10倍。我不信你们还能打出今天这个字。为了不引起面具人的怀疑，我又重新控制了500只丧尸，而且这500只丧尸在吞噬了变异丧尸的血肉之后，也已经变得今非昔比了。不仅有了简单的意识，而且身体变得比原来健壮了许多。我估计进化后的这500只丧尸完全可以比拟2000只普通丧尸。虽然我不知道面具人的实力，但是有了这500只丧尸的加持，我就又多了一份胜算。随后我继续朝着生化实验室的方向进发。经过半个小时之后，我成功的抵达了生化实验室的门口。刚一下车，生化实验室的大门便缓缓打开，从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把你带的那些丧尸留在外面，只能你一个人进来，按照我说的做，否则你休想得到解药。看来这个女人还不知道我的副作用已经得到了化解，那我就将计就计。随后我做出一副任由她拿捏的模样，很是听话的走进了生化实验室。然而就在我刚一走进生化实验室，就被一个从天而降的铁笼困住。铁笼的每一根铁棍都有手臂般粗细，而且铁笼下面还装有滑轮，可以自动前进。经过漫长的时间，我来到了生化实验室的最底层，地下58层。在这里，我看到了无比震惊的场面，一个个巨大的胚胎组织此时就放在生化实验室的走廊上，每一个胚胎组织里面都盘卧着一个女人，每个女人都长得和陈岚一模一样。什么情况？这难道是克隆人？2035年的技术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吧？不过想到被制造出来的生化病毒，我也就释然了，没再多想，继续向着生化实验室的深处走去。穿过昏暗的走廊，最终我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实验室内。然而就在我震惊不已的时候，一个和陈岚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缓缓地走了出来，看着我说了一句：好久不见呀，小白。我看着面前的女人，终于想明白了一切。这个女人应该才是真的陈岚，很显然之前当着我面自杀的只不过是陈岚的替身克隆体，眼前这个陈岚绝对不止23岁的年纪，她应该是个老女人，克隆人都搞出来了，冻龄也很正常。贡献出你的血液，我可以给你提供解药，前提是你要做我的奴隶，我们一起统治这个世界。陈岚面目冰冷，语气阴厉，说出了自己最大的野心。可以，不过我想知道 X 药剂的终极秘密到底是什么？我问出了心中徘徊已久的疑问，陈岚以为完全拿捏住我了，也没有了忌惮。X 药剂的终极秘密就是通过融合你的血液，不仅可以控制丧尸，还可以化解丧尸病毒。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彻底研究出化解丧尸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这对于我来说是迟早的事情。行了，咱们也别废话了，还是赶紧抽血吧。陈岚的耐心似乎已经被耗尽了，拿出针管就要抽我的血。抓住你可真是不容易，竟然耗尽了我最强的班底，我可要多抽一些血做研究才行。是吗？那恐怕你要失望了。我冷笑一声，双手一把扯住钢铁牢笼，牢笼就被我轻松扯开，以迅雷不及之势上前一把控制住了陈岚。此时的陈岚满面惊恐，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进化得如此之快，竟然可以徒手撕开金刚打造的牢笼？少跟我废话，交出你的研究成果，我可以留你一具全尸。你现在都自身难保，还敢威胁我？没有我的解药，你很快就会变成丧尸。放开我，做我的奴隶，只有我可以拯救你。见陈岚并不妥协，我也懒得和他废话，直接捏断了他的脖子，一把揪了出去。陈岚到死都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仿佛没有想到我真的敢杀他一样。杀了陈岚之后，我分批次将生化实验室里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搬运到了监狱。之后我又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控制着大量的丧尸将监狱修复如初，而且还在监狱里修建了一个和生化实验室一模一样的实验室。吞食了赤红色晶体之后，身体的副作用被完全化解，我也可以尽情的提升实力了。
经过1个月的不断努力，我的实力也得到了数倍的提升。拥有如今实力的我，就算没有解药，依旧可以在末世活得很滋润。但是作为人类的幸存者，我有义务拯救人类。吞噬了赤红晶体之后，我的智商得到了极大的开发。仅仅3个月的时间，我就完全看懂了陈岚留下来的所有研究成果，开始了对解药的研究。我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研究出解药，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可以研究出解药，消灭丧尸，拯救人类。至于生化实验室里的数百个胚胎里培养的女人，我也全部收入麾下，弄到了监狱里面，开启了美妙的生活。能不能给个一键3连呢？3连关注，点赞也行。